移动公式。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说别人要开始播嘛，就是很即兴的是。对呀、要不我们就半个小时就不要动，对呀、我说到站太远了，我想看一下评论。小心别掉了。没事，掉了就掉呗，掉了他们就看、OK， 就看地上。这么突然，洋洋好久不见，洋洋好久不见啊！来了，你好。说话。没有，今天祝大家，不是今天，是今天已经考完第一天的时候。对，我也是听到最近的这个消息，昨天是已经开始了这个考试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因为我们有很多的，今天开始了这个第一天的考试，对，因为我们的观众也有很多需要参加考试的同学们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考得顺利。那我们开这直播呢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一定要加油！加油！然后记得要细心的这个过一下考卷，别像我以前就是，我以为自己都学好了，然后教很快，结果发现，你知道我有一次就是，我漏了一题，因为我们以前的考试是那种 A B C D 就是选题的嘛。这么好。有写的也有这种，然后有一次就是漏了一题，然后我记得是从第4题开始全漏了，那我那时候有50几题嘛，然后后面全错了，对。哇，考试的时候，我想一下，我以前考试的时候，你有偏科吗？偏科是什么？偏科就是哪个 subject 很好，哪个不好。其实我是有。我是体育，然后那个美术课这种特别好。我偏了，其实我是偏文科一点，我文科就不是说很好，就还行。你不是中文小担当吗？谢谢。哎呦呀！但我这个好厉害啊！数理化这些就比较相对来说差一点，但也还不错了。然后希望大家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偏科，大家肯定可以考到一个理想的分数。等一下。什么？他们考试的时候可以用计算机吗？就是数学的时候。应该是也不一定，不知道。因为我从有的可以是吧？对。我从初一开始就可以用计算机。有的说可以，有的说不可以。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是吗？因为我以前考试的时候都是可以用计算机。那个叫什么？我想的是那个词。但是它不是一般的计算机，它是那种，是不是叫开卷考试？是有这个东西吧？没有，对不起，没有。我在国外念书，所以不太知道这个系统怎么样。有人说你粉色头发很好看呢。我不是一直都是粉色头发吗？但是就正面看是蛮粉，但是其实从我这个角度看了，它后面这里已经掉色。对啊。已经掉的差不多是黄色，然后后面的那些黑色也长出来。我现在头发有3种颜色，我走的是这个渐层，你知道吗？渐层色。就一本正经在说瞎话。那个就是因为头发长出来之后，但是我又不想再去染，因为染的话我对头发特别不好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就先这样呗。对，但是尝试一下不同的发色也很好。你之前有试过吗？我试过好多发色，我该试的我全试过了。还有其他的，那个什么，一半一半的那种你没试过了吧？一半一半。这种很潮流的，你别小看它，你要尝试一下吗？不要。一半一半。但我有试过这里一半，然后这里一半，就是只是这一块是一半，有一个造型不是还好啊？你是不满意吗？我没有不满意，这个 hair makeup 那个老师给我弄的头发，我都很满意。对，因为你看了这个直播，不只是有各大的观众，有可能还会有公司的职员，有可能会有这个 vision team， 这个叫什么？我的姐姐现在正在看着我们。所以到时候他们看见原来洋洋不喜欢了，然后下次直接给你弄个破洞的衣服那种。破这2边。干嘛？里面穿一件啊？对。想啥呢？真是。没有。哇。开玩笑。或者给你弄一个。他说今天为什么直播？今天为什么？我们不是说了吗？之前就是说过，就是会不定时过来炸一下大家。就是突然就开个直播。然后也会不定时就突然走了。对。拜拜。
那其实坤哥他说刚刚也想来，但是他是赶着去其他的日程，对，然后所以他就去其他地方。对啊，欢迎收听 TBS EFM， 这里是哇，我之前还哦，对，你也做过一下。我是 Young Money， 我的 DJ， 他是坤迪嘛，然后我是 Young Money。你好意思说出口？我真的好意思说出口，不好意思。要不以后哦，还没走？哎，你不是出去了吗？啊？你不是出去了吗？我还上厕所去了。你不是要出发吗？现在？刚还有5分钟。来，反正还没出发。哎呦喂，哇，站了一站。哦，站了一站。沙发。大家问我们为什么今天就是都化了妆，然后有头发。拍东西了。谁没有头发？平时弄了头发。这是假发。你是没头发吗？现在？这叫没头发。看不起。安德里头发短了很多，好看。但是也长很多。我们上次就说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剪完短发之后，身边的所有人都夸。也不是都夸，就真的是一半一半。有谁就对着我很认真的说，你真的剪得太好，就剪的短发剪得太对了。但是有人又说为什么要剪？谁？很多人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有公司的人。对，然后我们公司楼层其中1层都是咖啡厅嘛，然后前几天吧，然后我就去买咖啡，然后呢我就遇到一个哥哥，他也是那个公司其他部门的，然后我就当然是打招呼，哎哥你好啊，好久不见这样子，然后他就누구세요这样子，我说Henry， 然后他说Henry， 然后为什么你剪的这个头发，你是有什么想不开或怎么样吗？我说没有，只是就这么剪而已，对。哇，就很多人都不认得我。但是我还记得你为什么剪头发，真的就是我们有一天晚上在聊天，然后不知道我说你又戴你就剪个短头发呗，他说你剪呗，怕谁？但是因为我知道他很喜欢长头发，就是。之前我们好像有说过Henry 就适合长头发，然后怎么样的？结果呢，隔天我们上跳舞课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前面都没见，你很早就会剪头发，然后有一天上跳舞课的时候，我一过来，然后看到他就，哇，这哪来的小忙内啊？这是。但是他剪了很多。他那个时候刚剪完过来的时候，感觉就像一个学生一样那种感觉。对啊，你也剪，你剪的。我也是因为你们几个天天在说，哎呀，你还是剪短头发。说实话，所以我那天就说实话，来，我们来问一下大家吧，来，大家可以打这个 tag， 坤哥，他是不是现在短了很多？这个发型是不是更加的适合他？说实话，但其实也不是说短发，只是修了一下啊。没有，其实剪短。坤哥好帅，你看，坤哥好帅，是，你看他们都说是吧？我也觉得。但真的。而且剪了之后，你不觉得更轻松吗？对，他一定很轻松。我现在吹头发不用30秒，就好了。老轻松了，现在。我也是，现在剪完头发之后，我也想吹干头发，老轻松了现在。老轻松。那你什么时候剪？他说有人是真的吗？他们说长发会比较显胖，是真的。不是啦，长发应该不是，长发应该不是更遮脸吗？对啊。但其实每个人脸型不一样。有些人长发显瘦，有些人短发显瘦。对，正常，每个人脸型。 Henry 短发就显他好瘦。你知道我对，没有，就是因为他本来就瘦嘛，然后他剪完头发之后显他这个轮廓更明显。因为他之前的长发是那种就是量又很多，你量很多，头发很多，所以就会看起来一大一块。但是他剪完之后就会感觉就是脸长变小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个就是我剪完头发之后，很多人说原来你头那么小，以前不知道，原来你头是这样子的，好像第一天认识我一样。我们现在有点凡尔赛了。对，不好意思。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剪短发。没有，我们还有我们的약속我们多年以后会10年后的寸头是吧？10年后的寸头。但他们都叫我不要剪，不是剪光头。可以尝试一下。你剪了的话就变成那个了。你记得这个？我刚差点骂就是说已经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的话，给大家一个这个提示，就是杨洋以前小时候的那些找不到，等不到， The hero 为何不做？我就有事没事我就看一看。
有事没事你来看一看。对啊，你不觉得很好看吗？不是，之前我发了一个那个什么，我发了那个小时候的照片嘛，他还把它弄成。我看了发那个。我把杨洋的那个照片弄成 icon， 然后也做成这个我 iPad 的 wallpaper， 现在也是。我不知道这个。现在 icon 不是，是现在我 iPad 的 wallpaper 是。对，我不知道我应该要开心呢，还是就是。开心啊，当然。不爽呢？不开心哦，我用你照片做 wallpaper， 你不应该觉得很荣幸吗？是不是？是有没有道理 ？OK。荣幸。啊，荣幸到没？荣幸我是在想这个，如果你说开心的话 ，OK； 荣幸的话，那就那样呗，那儿。但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出发哦，不是赶你的意思啊，我只是好奇问，因为你刚刚说你要走来着，我帮你翻译一下，你现在赶紧滚。不是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是真的只是肯亮。没事啦。没有，我现在。你是几点开始来的？我是晚上一会儿差不多2个小时之后有直播啊，悦动首尔，欢迎大家来收听。来 gmail.com。TBS， 对，他是我的代班。什么时候我也要做一下？来做啊，来呀。平时有事没事来玩儿。我说话啊，行，以后有空我可以去一次。OK， 我去上班了。拜拜。我该走。但你知道我做那个 radio 的时候，我基本上不是跟着台本来的。没有，我也没有。PD 姐姐，我跟你说过。那他们不都？因为我完全是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。然后有时候那个什么 ，PD 姐姐说 OK 要结束了，我真的有时候讲话一半直接卡掉。旁中差过没？旁中事故啊？没有，我是之前我讲到一半说 OK， 我们进入下一题。就比如说，但我觉得没有，但我们没时间，我们进入下一题。因为有时候就是聊嗨了嘛。聊嗨了，对我也是，现在聊嗨了我就不放歌了，这样。OK， 我要走了，拜拜。等会见 ，Radio 上面见。OK， 拜。讲的好像你干过他 Radio 一样。你们拜。来，到现在一直有看坤哥 Radio 的举手。哦，看过一点也是。好，到现在为止有看过杨洋短短的1个月的 Radio 的举手。不好意思，完全没有人想看，没有人想看。自己跟我回过。谁会看？没有，有时候要反省一下。拜拜。有时候还是得反省一下，就是这里说错了，这里怎么样，但是。说实话，你们真的会看回放吗？不管是什么，就比如说舞台的一些，或者是你做过的一些 schedule 之后。舞台一定会看啊，但是比如说像现在开直播的话，我肯定不会看，因为知道自己讲过什么。对，知道自己讲过什么，然后呢，你会想看你自己讲1个小时的话吗？不。对啊。就看自己的话不会。对啊。我有时候就是虽然说我们已经出道3年了。但其实有时候我看到自己在台上，或者在那个什么，就是讲话的部分。对，讲话部分，就会在 YouTube 上，我看到我自己，我都会觉得有点尴尬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就很多一些浏览的视频的一些网站，就不同的网站。你会？会啊，我会很尴尬。对。就有时候我会不小心刷到我自己，就赶紧跳过。谁会想看自己好尴尬，赶紧跳过。对啊。看一下大家还要说什么？Yogi。杨洋别剪头发。他们都叫我们做这个，但是我其实不太理解，他就是最近很火的嘛，大家前夜不都是这样？天天都是这样。其实我有听说过这个。对，但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火起来。那我们做一个新的呗。对啊，升级版。你看，又有一个新的。Got it 。我只看过那个。有人说你这是鸡爪的。鸡爪子。我手很小的嘞。你手蛮小。我俩有比过大小，但是我们对上这条线。你手是。对不起。但你也好像也没有比我。还行。其实差不多啊。差不多，咱俩手是差不多。身高也差不多，只是比你高那么一点点而已。是吗？不多不少，就那么一点点。就刚刚好是吧？对，就那么一点点。那这样人家不都猜出我多高了吗？
啊，你要留神秘我一直这个都没有说过啊。那你不是每次都光明正大的就说出来了？哦，其实杨洋很高，他接近1.8米，接近1.8米，对吧？别这样说，就是四舍五入嘛，我们就这样做。四舍五入2米多喽。哎，笑什么笑？很好笑，现在。四舍五入的话，我1公里了已经。Got it。不好笑，不好笑，对不起。那其实我也想看，就是别人的评论，还有对现在目前在考试的人的一些建议嘛，因为我们的观众肯定也是有考完试的嘛，就有过这个考试的经验的嘛，就是大学生呗。对，有什么是可以传授一下给这个我们的学弟学妹吗？应该是这样说。对，应该这么说，学弟学妹们。有人说我是小学，别问我。有可能啊，为什么不行？不是说不行。对啊，我只是说怎么意思呢？通常小学生的话，就是会更加注意在学业上面。对啊。就很少有时间会就是看手机或怎么样。你什么时候拿到手机啊？就有自己手机的时候。我是5年级的时候第一台。我也是。但是那个时候我用的是我姐的留下来的手机。留下来。对，那时候所以我打字是这个。我以前有用过一个手机是没有拍照的，然后呢，它就是一个叫什么小灵通是不是？不就是那个这样翻开来的？没有，就只是一块。然后呢，没干嘛？你那不是对讲机吗？可以这么说，那就是我家人就是给我那个，这只是让你打电话给爸爸妈妈，对，只是让我打电话给我爸妈而已。我以前也是只是用来这个，然后呢，这个之后我是到6年级我才换了就是智慧型手机，对。我差不多6年级吧，差不多。对啊，那时候就差不多都那个年纪啊。但你知道吗？我最近觉得很神奇一件事情是，就因为。之前就是我跟我就回那个什么伦敦的时候，然后就跟妈妈，然后还有我一些朋友们这样吃饭嘛，然后他们的孩子真的是小学生，哇，那个手机玩的贼溜，不开玩笑。现在的，虽然我们年纪也不是特别大，但也不小，就很 A 的。但我真的小时候不常玩手机。但我们看现在的小朋友，很多都是一直拿着这个电子产品啊。虽然我是2000年，你是99年，但是呢。对，我觉得99跟2000年还是有那个，就是在家看电视，然后就不是在手机上看了，是在家看电视，然后等那个台出来。就比如说等8点的时候会有什么？有啊，我以前是叫什么封后 ICU， 放学 ICU， 我以前有看那个，我以前的动漫就是在那看的。我看的是，我以前会跟奶奶一起看8点档。Cartoon Network 也有看，但是好像以前比较好看，我觉得。我们后来不是有聊过吗？有阿米 G 也有 Ben 10嘛，然后我们也看过那个什么，那个胆小狗英雄，对，特别好看。还有很多，反正我现在是有点想不起来，以前看了很多。然后我还为了避免就是让我家人或者我姐姐说，就看完一会之后就拿那个扇子，我还是拿手动给它散热，我手动给这个电视散热，你知道。我怕到时候我家人来了，就我奶奶来了，我姐来了，一摸啊，这的你又不学习，你又看电视去了。但你是那种就是，比如说暑假的时候，你是先把功课做完，然后再放假的，还是先放完假就放到最后几天，然后你再写作业？就是我会说我的现实给大家听，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去学习，就不要用我的做法。我是完全是对到最后那么一天。我是隔天，我是就是开学当天早上去做。那就非常。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功课没那么多，其实就是小学的时候但小学的时候很简单，就其实是写一些什么。就写一个小作文嘛，就是写我这暑假做的事情啊，然后数学题就可能就真的是一小点点，然后还要读一本书之类的。那也是真好。对。但当时我们出道之前，我不知道，我有点想不起来，你当时那段时间在吗？就因为我们也有放假嘛，
就练习生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公司给我们的作业就是听200首歌，然后就是完全要不同的，然后写每一首歌的观后感。我有，但是你有做完吗？你没做完？我做完。你做完？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做一半，没有，我连一半我就听了2、3首歌，然后我那时候就问他们说，一定要做完这个？他说，有些人要做，有些人不要。为什么我收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？你知道他们怎么对我说？就是一定要做完。然后呢，我就 OK， 然后我还记得我去咖啡店里面做。我记得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就一直写。那时候是有一些人放假，有些人没放假，我没放假。那时候，这是没错。所以我要做。因为我记得你那个时候还回澳门了一下，然后然后再回来之后还剩2天，好像那个时候，然后你就跑到，我还记得你跑到那个咖啡厅，你还发照片给我们说你现在在写。对，那时候我没有，我真的是一直听的，为什么只有？然后一直写。我怎么记得那时候只有你放？好像只有你。没有，应该有几个人要做那时候。因为我记得我是没有。反正有这段时间，然后还有作业不止这个。以前我们看完演唱会吗？有这个不是演唱会也是一个。我们去前辈的演唱会看，我们会经常，然后去完之后呢，也要写观后感。对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事没事的时候，要拿这个公司的这个 iPad 或者手机，然后自己录视频。对。就像练习这个，录2、3个小时那个。没那么久，就自己录10到15分钟。就是说你自己今天干什么？第一是为了提升外语，完全用外语讲的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是现在这样的直播，为了这样子的感觉，然后要自己就录，一直对着这个手机一直讲，然后用外语啊，然后你要想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作业。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，什么？我之前那个什么，我前几天在整理照片的时候我看到的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出道去国内的时候，有那个节目叫什么去？第一个吗？第一个一团之名。一团之名。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每天晚上要拍一个 vlog。然后我也拍过。对，要拍个 vlog 吧，但是后来没有用，可能是因为真的是太无聊了。我们讲。后来我们其实都有发给公司，但后来我也拍了。你还跟那时候我是跟德军一起，因为我跟他用一间房间嘛。那时候，好青涩啊！我跟你说。我那时候好青涩来的。因为那时候要练习就是直播嘛，好像是，但我就只有几个而已。哇，要不你有空发一点出来，截一点发一点出来。我期待一下。为什么？不要。你发我就发。那时候我讲的。你发我就发，你发我就发。我就不发，你也别发呗。干嘛？为什么一定要互相伤害我？不是因为他们叫我，就是我们的观众叫我说洋洋快发出来。是吗？你们叫我发出来，但是你看那时候讲的东西我也忘记讲什么，就说今天是我们第一天出道，哇好。那时候没有那么就游刃有余，你知道吧？像现在讲话，那个时候就还是很说紧张啊。对，我紧张今天是我第一天出道，然后我很开心，然后就一直讲，一直我还会听回自己的声音，然后觉得好像这个声音不太好，然后我要换声音讲。今天就是感觉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我们出道第几天这样子。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？我真的是出道之后我才习惯自己的声音，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要录自己唱歌或自己讲话或者自己那个时候，那时候我自己听，我就觉得，这是我平常的声音吗？我自己听起来不是这样，但出来是这样。这个我真的太深有体会。其实我直到刚出道的时候录音，我到录音室录音，我还是到那个有那个感觉，就是录完之后，就录完的时候其实还好，就录完之后，然后他回放听的时候，我刚刚这么唱了吗？但你知道吗？这是我声音吗？这样子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刚出道那一张，就是那时候是不是爱不是梦想发射计划，然后第一个是理所当然，还有一个Say It谎言，那个是最那3首歌是我们最真的那个声音出来的，就很入戏。但是后面几个 album 因为有时候歌不一样嘛，所以可能会加一些。那就是这个整个信号塔的问题了。对，可能现在太多人在用了。
整个好了，都好了。哎呀，我们都已经叫旷野了嘛？你觉得旷野会有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们没有看过那些概念视频吗？就是一片沙子，然后什么都没有。对啊。我们很喜欢旷野，对吧？哦耶！我们很喜欢旷野。对啊，还有对啊，还有 Cosmo， 还有。但是我被旷野 Cosmo。小心你要写反省文一下。不会了，这倒不会。其实我常常。你有写过吗？我没写过啊。我写过。但我真的发现我们两个练习生说就很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哪方面？就是怎么说呢？我有很多事情，我没有做也不用做那种，你记得？真的。我那段时期可能也是吧。对，我不用做，然后就这样，就过去。很难讲啊，这个当时的事情。对啊。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一个理由，就是我那个时候3个月要回去一次。因为我EP塔问题，所以我要回去一次。所以那个时候最开心就是我每3个月都放假，但是也就强迫性放假，也就放一下。真的也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怎么样，坐飞机坐12个小时回德国那边。回德国待1天，然后再回来。但其实挺累。很累是很累，但是就也算那时候真的是一天每天都很累。我是受不了，你坐那么长时间的飞机，你不会很难受吗？你想，我们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坐飞机休息，我们是可以睡觉，可以睡到。也是。对啊。也是。我是没你这个运气。我来了之后，我就开始办那个外国人登陆证，然后就一直在这。对，因为我那时候还不能办那个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我就一直在这。他们怎么还在讲我们就是5分钟前讲的话题？他们有问那个什么，我们有上过自拍课。没有啊，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。所以我们拍的超烂。我们拍的超烂。你知道我自拍啊，就是我被很多人吐槽，就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有，他不是恶意啊，就是我们很朋友嘛，就关系很好。他说我那个就是为什么这么拍不好啊？你要这么拍了。好的，那以后不是说实话，我真的是这样想，脸就长这样，那你怎么拍，其他都还是那样。这样，除非我是这样拍。角度问题确实是有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所以我现在很多时候拍自拍不是自己自拍。对，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。对啊。就我会开着这个自拍的 mode，然后就比如这样你要自拍，然后我就拿着他的手机，我就这样，然后他就伸一只手出来，然后其实我在旁边，然后帮他调，然后 OK 吗？然后拍这样子。因为我有个问题是假自拍。我这样拍的话，我手会第一我会抖，就是有时候会抖，然后你拍，因为你要。手机大嘛，你要按的时候，它其实会这样，然后就这样。而且如果你这么拿的话，就它其实会有不一样。虽然我没上过什么自拍课，但角度确实有点不一样。就我手的这个距离啊，就这么拍，跟远一点点这么拍，但是我手不够嘛，但远一点点拍是不一样。所以我要澄清一件事情，就是有时候你们觉得我们发的照片不好看，其实不是我们的问题，是拍的人的问题。这句话可以删掉了。其实有时候是其他成员拍，或者是经纪人帮我们拍，或者是其他工作人员帮我们拍。没错，其他我很少，除了他以外，我没有让其他成员帮我拍过。就我拍的其实还行。对，就我的他拍这个技术还行。你会他拍，但是有一些人不会他拍。比如说德俊就很不会拍。就我的他拍技术还行，自拍我就一般。我可以说真的，拍照好看的人。他一个，但坤哥也拍得好，但他第一他自拍拍得好，对，还有他的风景拍得好，真的。然后呢 ，Ten 也是，但他拍的东西有一点难理解，但你一理解之后，你会觉得挺好看的。对，但你能请到 Ten 帮你拍照也是很难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他不会很情愿，好 OK 给你拍，但是Ten 给我帮我们拍一下照。
那你给我买杯咖啡。然后呢，你要是因为你知道美颜相机有时候它是拍一下，它会等大概1秒，然后再拍嘛。那个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原相机，它是可以这样拍嘛。每次他拿那个原相机，你知道他怎么拍的吗？果然是非常他的风格。对，所以非常他的风格。我就找过他2、3次之后，我就从来没找过他。手机内存不够。对，他一次会拍几百张。真厉害。哇，真的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我最近陷入了一个问题。什么？泡泡的问题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我真的不是每一天都过得就是那么多才多姿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事情，因为我也知道大家一直在就是会一直说啊，今天怎么没发泡泡？就是说今天真的什么事情都没做，我就真的是躺在床上，然后在看视频了。但我觉得其实就不用很刻意或怎么样想发就发，有时候我也是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，但是就是我也想就是只是想看一看大家的回来，就看一看大家还好嘛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也是有时候发了之后也只是看回复。对，但是我有很长时候会发就是今天天气很好，或者是你吃饭了嘛，但我感觉有点敷衍。会不会我理解你这个感觉，但其实我们真的不是敷衍，但只是有时候真的只是想，我们只是为了看一下你们的这个答复而已。对，因为其实泡泡的答复很好玩，有很多很搞笑的。我有一次我真的会读出笑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有啊，我有试过，因为我是看蛮久，有时候我是尽可能的就看完。然后他们其实脑洞很有意思。对啊，真的，我是领略到观众们粉丝们的这个有趣的一面。对，而且你也可以提升你的语言，因为不只是一个语言嘛，有韩语啊、中文啊，然后有时候还会有广东话、英文啊，有时候还有泰文啊、日文什么很多其他国家文，然后翻译看这样子。但我反而觉得如果你们要练外语的话，你们可以就比如说我们不是发东西给你们回复吗？你们就在回复里面发外语，就是比如说你想要学英文，那你就发英文；你想学韩语，你就想学韩语。真的，因为反正你自己发只有你自己看得到，还有我跟你看得到而已，那你就发进来练习呗。那时候你不会截图发出来吗？你看这个人，UCCU 啊 ，UCCU 隆 U， 我怕我会被检举。UCCU 啊 ，One Day 的。但对我听他们说有这个字数的限制，然后还有几条。我们有字数限制吗？我们当然没有啊。我好像试过一次，我发了100多个哈哈哈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也想干过这个事。然后有一次我真的是心血来潮，我想看就是字数限制 limit 到哪里啊？其他成员一天最多发多少？那我就真的是随便发，什么都发。然后呢，最后发了105条，几分钟之内吧，应该20分钟之内，我记得。你确定不会因为这个有人会取消订阅？没有，好烦啊！不要再发了，洋洋。叮。没有，然后我后来发现，原来陈乐发超级多。我有听说过，我有听说过。所以我有一次就问他说，哇，你到底怎么发那么多？他说，没有就发呗。我说，厉害，果然厉害。他应该是，我觉得他 MBTI 应该是 E， 他是100%。我们问一下他们就知道，陈乐的 MBTI 是什么开头啊？没有人知道。E 啊，果然对啊。我们对我只有我是 I。天也是啊，天是 E， 这是 E 吗？我不知道，其实我知道你是 E， 我肯定是。肖俊是 E， 然后明明是 I。他好像是。对，明明是 I， 是 E， 你看吧，他们说是 E， 天是 E。但其实你过一段时间做，天是 I， 我就说了。但他不像 I 啊。像不像跟你自己内心想法去做这个题是？但是你知道吗？他到哪里都有熟人，这是我觉得最厉害。这是我很亲的一个哥哥，这是我很亲的姐姐。我们以前去打歌的时候，对啊，就打歌的时候在走廊上游走或者什么，嗨，
哦嗨，每次都哦嗨，看我累吗你的，然后他就看完你这样，我就嗨，然后我们其他人因为不认识就你好，然后我就会问他说你认识他吗？他说我以前见过1-2次。怎么可以这么快这么熟？但毕竟他16年就出道了，16年就出道，然后他也那个时候我在想应该是他那时候 hit the stage 认识很多人。对，我觉得他很厉害。社交达人。对，真的是社交，我真的不是社交达人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社恐，我也不算社恐。你也不算啊。但是我能社恐倒不算，我能自己一个人，我基本上自己一个人，不是真的。你想想看，我能打那个 NBA 游戏打那么久，自己一个人玩。也是，但我是，不是说就不能自己一个人，但是我是希望有更多人在一起。那就是 E， 因为我最近才发现 ，I 跟 E 不是说那个外向跟内向，是 I 是可以自己获得能量，E 是要从别人身上获取能量，这是我最近。是吗？对，就是说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对，E 的话，你需要别人给你能量。但你知道我看谁感觉很出来吗？谁？像坤哥。说实话，我不觉得他是 E， 我一直以为他是 I。如果照我们那样，我一开始也以为坤哥是 I。照我们以前那样说的话，他是一个比较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他比较内向，有时候比较内向。但是呢，我听完另外一个解释之后，我才发现对，他是需要从别人身上获取能量，真的。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开一些笑话嘛。我们不是会反应吗？或者是有时候就是他自己讲一些东西没人理他，他就有点沮丧。但我呢，我就有点厚脸皮。这种时候我就挺厚脸皮。笑死。对对，你们怎么知道是任俊说的？是他跟我说的。我是 E。对。换任俊教授。好像是我们前几天去那个 camping car 的时候。你没有讲？好像有聊过这个话题，我不知道。对，我们的物料。没错。我们那天去 camping。其实超级就是怎么说呢？因为你知道，其实我那时候我开车去的，都发出来了。然后你知道要一边看路，然后要一边讲话，然后还要一边听任俊在说什么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嘛。然后还要就怎么说呢？一次做3件事，因为我那时候当然是想安全开但是又要看路，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，然后又要讲话，所以我那天就感觉好像有点不能一心二用，分裂的感觉。对啊，但其实也还好吧。对啊，也还好。如果说是开去就是我知道的地方的话，那还好。但是那天完全是 camping 嘛，开去 camping 讲，所以对。裂开了。不过当然，安全驾驶第一。对。他问你为什么只戴一边耳钉？我只戴一边耳钉。因为他怕痛。他不敢动另外一边。但我真的，我想问大家，我想要这边去钉一个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里上面。随你便啦。因为我现在这边一个嘛，这边2个，但是我最近这边没带。你2个那里再弄一个，你就可以调这个 no 3个。对。当然可以抢麻烦，有时候麻烦。这里，但是我唯一我也在想，我唯一不去做的理由就是他们说睡觉的时候麻烦，就是你不能这样子睡，而且好像那我绝对不行。对啊，所以我是很喜欢侧睡的一个人。对啊。我一定是侧睡。我也是，因为我侧睡的话，我得抱着一个东西，我一定得抱着。这个才是好的，因为这个是对你的身体，因为你侧睡嘛，其实你脊椎是这样子的嘛。但如果你抱着因为我也是看了那个健康医生讲，然后呢，你这就是你要夹着枕头睡，然后这里如果有东西撑着的话，你身体的结构才是正常的。是吗？不然的话，你侧着睡的话，对你脊椎不好。其实你这样的话摸得出来自己脊椎是不是直的？这样摸的话，反正我脊椎是有点问题，但还就不是大问题，这就很小时候就开始。但是我这个很严重，就是我关节很会出声音，你知道吗？正常啊。
但我是连脚趾头就一根啊，脚趾头，然后这边也可以，就我这样，你看这样，然后这里，但我知道这边是为什么，因为我你看这个我都可以，然后还有这里有。你不会是因为受伤了？没有，是因为。但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为什么。你说我受伤也没怎么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会有这个东西。看一下下面有没有人说。对我感觉他们的常识会比我们厉害。对啊。人关节为什么会发出声音？别刻意按，但是如果我不去，有时候不按的话，你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没有 pro， 就你还没解。有人说是因为骨质疏松缺钙。原来我缺钙啊。缺钙。是吗？缺爱，还有人说缺爱。那不行，我眼泪出来。你看，就会这样。是骨质疏松。关节在叫，因为关节它有话要说。还有说是缺锌棉。这个我挺认真的，这个我挺认真的。对啊，因为你没事，你干嘛要弄啊？对不对？对啊，也是哦。上火。对，在德俊的看来，什么事都上火。上火。对，我今天跳舞跳来的啊，有点上火。哎，对，真的，如果在德俊面前呢，你说任何话，他都会，上火。我告诉你。哎呦。就比如说啊，今天啊睡得好晚才起床，好像有点越睡越累，你上火，你要喝什么？你要喝什么药？吃火锅上火，但是他有时候吃那个什么东西。他有时候吃一些东西超级上火，但是他觉得上火的东西就是上火，不上火的东西就我相信我想相信的东西。这也是一个生理自己就是跟自己说话，宇宙法则嘛，吸引力法则。对，我觉得他安全，他干净，他就干净，对。吸引力法则，对。我觉得我不缺心眼。但我是很理解他，因为我也是广东。对啊。很久啊，我在那边很多年，然后我们那边确实是会喝凉茶，真的，但是是很有用，所以我休假回去我也会有这个中药，然后还有各种凉茶我也会喝。那你不会回去把头泡中药泡到？对，我之前泡中药泡到我头发都染色，因为我也是要我会这个养生是叫养生嘛，就身体的一个排毒嘛。对啊。然后我也适当性的泡这个中药，然后还有一些适当性的这个刮痧，然后不是身体有问题啊，只是保养，然后找专业的中医师来调整身体。因为你很多怎么说呢？中西结合。对。我特别想吃针灸。针灸不是好玩的，我个人是比较敏感，所以我吃下去的时候，我心理问题比较大，所以不是我心理问题，就我心理作用会比较大，就我会一直觉得它在。但其实呢，如果你真的不去想的话，是没。那你不是连打针都怕吗？你非得要在这说是吧？天哪！我还记得我们开玩笑，他开玩笑。我们去打疫苗的时候。他开玩笑，他开玩笑，笑死我了！那个时候感觉好像要抽他灵魂一样。没有，他开玩笑。因为这个弟弟老开玩笑，因为我每次都是跟你同时间去打疫苗嘛，我们两个，然后每次都是。欧巴，夸张，但其实是挺痛的。夸张，你夸张啊！没有，我真的就这样。打完之后，我有一点酸，就这样。夸张演技我，你搞毁我的 image。没有搞毁你本来就是这样的 image。屁啦，不是啊。你看谁相信谁多一点。现在大部分人都是相信我的。相信我。可以这样。没有，到时候网上开始传开，会第一个弄你。别笑，这不是真的，这只是洋洋随便讲的，没有必要相信。对人的污蔑。哎呦，猫呢？
在家里现在。然后呢？但昨天就是有一个我有一点吓到的事情，就是我躺着在看那个我在看视频嘛，然后路易他就突然走到我旁边，那你也知道他平常我睡觉的时候他会走到我旁边，他一直往我的床头看，真的我不开玩笑。但是你知道他有时候他其实一般来说他看人是这样看，但是他是这样的，咪咪就是就有一点放空的感觉这样看。对啊，但他昨天是这样看，就很精神。眼睛超级大，然后超级圆。对，但是因为其实猫会这样，其实猫是有这个假想敌，它会自己想象有猎物。它不是那种，因为我知道它假想敌的时候是怎么样，它有时候会来轻轻咬我，那时候是它的假想敌，然后它会跑很快，一直跑很快，但它就真的是这样站在我旁边，然后这样看了一半之后，它去我旁边的柜子，它从来没上去那个柜子上坐下来过，它坐在那边继续看那个地方。有没有？然后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不是。有没有可能他只是上去摸一摸那个墙，然后就下来，对吧？他其实也没想什么啊，对吧？对啊。他就是突发性的，那可能他的 MBTI 就是1开始。他摸空气。就是有时候就我也会啊，就做一些无端端的要做的一些行为。我就会盯着那里看，或者是就拍一下那。那你知道他不是会抓着人的脚，然后这样子踢吗？对。他昨天凭空这样踢的。就假想敌嘛，猫的这个假想敌，别再给我省。假想不是猫的这个假想敌，因为有养过猫的，这就会懂，肯定的。这不是什么。没事，但我说实话，我是不封建迷信啊。我不怕这种东西。因为我真的不封建迷信，反正没有别的说，就是猫的假想敌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 ，OK。毕竟我叫杨嘛，2个羊呢。对。怕啥了？哎呀，好啦，那我们也差不多了。现在几点了？让我看一下。我觉得大家也该去念书了，现在。明天还没考完呢。考几天啊？ 2天。考几天？不止啊。2、3天。2、3、4天，我们今年说2、3、4天，还不如不说2、3、4天。我也知道2、3、4天。对。每个地方不一样，不好意思，错半点。那就对啊，赶快回去念书吧。希望大家都可以考到。那有不念书的呢？不是，就是有已经结束这个学业生涯，或者是还没到需要考试的同学们。那就去看回放呗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些事情要做，所以现在是吧？因为我们这个直播也是不定时嘛，不定时的意思就是有可能我们跟那个就结束之后5分钟，我们又开了。别给人家画这个大饼。不就是不定时嘛？不定时。讲一下这个不定时的意思。那也有可能是5个月，或者5分钟的我乱说。就是很长时间也可能，很短时间也可能，就反正我们意思就是会再见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也会有其他成员，或者是其他我跟谁啊，你跟谁啊，或者我跟你又跟其他人。每次都是我跟你。没事啊，反正有机会了。对啊，所以就放心，然后大家就今天晚上，今天是星期几啊？今天是星期 Tuesday 吗？那就星期2大家就好好的享受星期2，毕竟明天要星期3了嘛。我在讲废话。你用飞来讲话的是不是？OK， 就是说，对，就大家就晚上就好好去吃饭，然后该干嘛的干嘛，吃好喝好，睡好，然后好好念书，好好工作。对，想玩游戏的玩游戏，然后，对，拜拜。我们也差不多主播下播了。主播下播。来啊，你有什么要推荐的货吗？拜拜。哎呦。